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上尉密令》。这个名字是通称，实际上游戏正式的名字是美队和复联，一共4个角色可以选择：幻视、钢铁侠、美队，还有鹰眼。我选择了鹰眼，可惜不能选寡姐或者绯红女巫等等吧。总之就是没有女性角色可以选啊。这款游戏比较受欢迎的角色应该是钢铁侠和幻视，因为他们两个打 BOSS 的时候可以跳起来，然后用能量波点头。这里是第一关的小 BOSS 战，激光人还有克劳，血量都不算多，几发道具加上远程攻击就可以放倒。刚才路过的送回血道具的是快银。游戏当中还有一些 NPC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面孔，但是当年都不认识，只知道上尉密令，不知道什么是复联。这款游戏还推出过超任版、世嘉 MD 版本等等。另外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红白机版本的同名作，但是和本作相比，就完全是另外一款游戏。那款游戏最近有了汉化的版本，有机会给大家录制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旋风。这款游戏可能当年玩的时候选择鹰眼的不多，但实际上它的滑铲是非常好用的。打后面很多 BOSS 的时候，这招可以说是攻防一体，毕竟是老虎都能秒杀的技能。另外，这款游戏其实有一个良性的 bug， 但是只有幻视还有钢铁侠能用。地面的3次攻击再加上跳跃能够引发无敌，但是无敌之后就不能在地面使用平 A 了。刚才来送载具的是奇迹人，也叫做神力人。大家看鹰眼的射速，这里我开了连发，而且速度开得比较快。这种手速靠我自己肯定是达不到的，所以说借助了外力。其实鹰眼这里还能够理解，大家如果选美队的话，就看他的盾牌都扔出残影了，更加夸张。屏幕的左上方就是我的血量，是用数字表示的。有一个很神奇的设定，就是大家如果投游戏币的话，就会增加你的血量。所以少年，你想一下，你不充值能变强吗？现在带的辅助攻击的角色，小的时候都叫小蜜蜂，现在知道了是黄蜂女。咱们在后面还会遇到类似的飞行射击的关卡，包括在水下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背景而已，本质上还是一个飞行射击的版面。这里的 BOSS 战，大家注意一下我的手速对他的血条造成的伤害。如果攻击没有被抵挡的话，那输出是相当夸张的。打完小 BOSS 返回地面，地面的攻击手段除了滑铲，也就是跑动攻击，
还有平 A， 以及 AB， 也就是远程攻击。另外还可以把敌方抓起来，但是抓人这一下对于 BOSS 是无效的。快银又来了，但是他这个跑步的速度我感觉不是很夸张呀。你应该嗖的一下，屏幕就闪了一下光，然后只见地面留了一个回血的道具。第二关的 BOSS 死神，这棵大树也不知道怎么招惹他了。这款游戏的 BOSS 套路都比较明显，而且感觉很脆皮，不抗打。想要打 BOSS 顺畅一点，一定要计算他的倒地时间和时机。打完，最后还向他扔了一个石头。石头和易拉罐都是小型的投掷道具，比较好用的是大型的，可以一起砸几个敌人。按照惯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最终 BOSS 是红骷髅，他得到了一个精神控制装置，这个装置可以控制坏人，所以说他就组建了一支邪恶的军队。第三关的小 BOSS 巫师，巫师的攻击咱们可以用 AB 抵消掉，所以说这里等于把他驱死了。现在出来这位是纳摩，漫威的海王。这款游戏的流程并不长，一共只有5关。上边的水雷是跟踪的，你靠得太近，它就贴上来了。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红白机版本的怒3代，也有水下的关卡，不过怒3的水下关卡是俯视的。这海王替咱们清了一波敌人，但是他清的范围只是一条线。打一只机械章鱼，哎，我被抓住了一下。连发真的太好用了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：鹰眼的弓箭在水下竟然也能用？而且射速也太不科学了，不禁令人同情。我记得鹰眼这个家伙结婚了，大家注意看上边有一个2P 的位置，但是我这个版本是一个只能双打的。这款游戏其实最大可以支持4个人联机。就是说，不只有1P 和2P， 还可以3P 和4P。人多了热闹呀！来到了第3关的 BOSS 战，这 BOSS 是满大人，2发远程可以让他倒地。打完他之后，后面的 BOSS 可以采用滑铲了，但是这个家伙有一招类似于阿修罗闪空，使用的时候是有攻击判定的，滑铲打他容易受伤。哦，我冻住了，这一套丝滑的小连招啊！先是一个冰冻，然后一个铁山靠。红骷髅出场，露了一下脸。
第4关一开场，让人觉得又是一个飞行射击的版面，但实际上是虚晃一枪。飞了一会儿，马上就落地了。好多敌人，这个时候把他们举起来砸，就是比较理想的输出方式，因为可以 AOE。刚才射的几箭完美的错过了。刚刚这个版面很混乱，同时7、8个敌人，但是投掷道具给的不少。这款游戏的 BOSS 还是很多的。每关都会有2到3场。这里打红坦克，但是这个红坦克我要吐槽一下，这个尺寸上是不是有一点保守？我感觉看起来都没有鹰眼的块头大，而且远程被鹰眼压制的死死的。拿着盾牌的小兵不太好处理，但是滑铲对他也很有效。这次我的弓箭不会错过了，我卡了一个位置。这里我打的就比较保守，没有快速的把版面往前带。如果这里版面带得太快，咱们会面对敌方的混合的兵种。远程攻击真的是太欺负人了。这一下砸到了4个人，感觉好划算。练习一下滑铲，后面的 BOSS 都能够用到了。这里要打奥创，打奥创最好是在它的纵向范围，不然的话它就要使用突进技，或者呢咱们在这里卡一个位置，走了竟然。咱们的攻击范围比它要大，非常占优势。我刚说占优势就打我脸，铲他吧。最后这点血量还是很肉的。鹰眼虽然是一个远程的英雄，但是奥创的远程攻击方式比鹰眼还要丰富。第5关了，这里也就是最后一关。这回开场是一段飞行射击了，鹰眼的箭都射直了，真的是一条线，密不透风啊！所以说连发真的是太好用了。这架飞机厉害了，3种攻击方式，但是每种攻击方式咱们都可以用弓箭来抵消。这里也给了黄蜂女。这款游戏的防御我真的是想不起来用，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。想要防御的话，就按住攻击键不松手。黄蜂女是有时限的，一会儿她自己就飞走了。
但是每次的飞行射击的版面并不长。前面要落地了，落地之后就是要拆除这个装置。先清杂兵，但是这里的空间有点小。后面要面对4场 BOSS 战，其中最终 BOSS 是连续2场 BOSS 战，但是红骷髅本身的实力超级弱。我感觉他都不如第1关的小 boss 激光人。交叉骨，但是这里先不打他。小 boss 战的部分要小心地面的电锯，电锯是可以破坏的，滑铲就可以。我怎么滑铲反而被抱住了，还被一顿啃？快银又来送血了，先清杂兵，最后再捡。其实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咱们捡了之后不会像一般的轻版动作游戏一样遇到上限的问题。这里要打交叉骨，滑铲打它非常好用，而且它有一招在地面扔出很多的炸弹，这种炸弹咱们可以捡起来扔出去。桌子，这个炸弹没有砸到的。还是要靠腿，我就喜欢玩腿啊！非常奇怪，这个炸弹举起来之后，它就不再计时了。这里见到了红骷髅。但是这个家伙跑了，咱们应该还有一个版面。满地的扳手，这么先进的飞船也是用扳手来修吗？也需要打螺丝。趁着这几个小兵，咱们把滑铲再练习一下。一会儿打红骷髅的机械形态能够用到。打完之后发现这里的红骷髅是假的。咱们继续滑铲。既然是最终 BOSS 战了，可以稍微的拼一下血。机械骷髅的招式比较丰富，但我最喜欢他用的招式就是刚才的激光，还有这招机枪扫射，因为持续时间非常长。血量剩的越少就越肉。打完，这样的话通关了。复仇者们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。当然了，既然是动作游戏，剧情就可以忽略不计。而且早年的这种超级英雄类的电影也好，游戏也好，都一个套路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尚未密令，
也叫做美队和复联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